Hello，大家好，我是古言。大家好，我是紫薇。欢迎大家来到人微言轻节目。这几天啊，一张旧照片把葛西送上了热搜。照片里呢，葛西骑在了一个男人头上，但是这个人呢，并不是留击手，所以啊，有些网友就纷纷谴责葛西没有边界感。随后呢，葛西也回应说，这张照片啊，是我翼装飞行毕业时候照的，当时呢，我非常开心，拍之前也问过首哥了，说 OK， 完全没有问题。其次呢，这些照片是发在了我跟首哥共用的一个自媒体账号上，所以说大家不要对我进行一些荡妇羞辱。随后呢，有一些陈年往事又被网友提了起来。那我们这一期呢，就深度的扒一扒留击手和葛西的过往，以及他们目前的家庭财富状况。如果大家对视频内容感兴趣，请订阅、评论、点赞。留击手呢，原名叫刘爽出生于吉林省长春市，毕业于驻马店艺术职业学校。硕士呢就毕业于吉林大学，之后呢他又去了英国，在英国帝国理工大学肄业。2010年加入了豆瓣，在豆瓣的网名叫做刘一手，经常的发表各类段子语言幽默搞笑，被网友们称之为恶趣味专家。2011年7月28日，刘击手呢开始发微博，粉丝很少。2012年11月起呢，刘击手就开始呢点评女性的这个自拍照。因为在新浪微博上以毒舌点评红遍网络，他越骂粉丝呢就越爱看。不到3个月的时间刘击手的微博粉丝已经从200多暴涨到170多万。根据首哥自己的回应他的粉丝主要是分为3类人。第一种呢，就是为了求红想红，很多被点评过照片的人呢，他都能上当天的热搜。还有一些人呢，就是为了报仇，可能把别人的照片发给首哥看，让他点评，对吧？还有一类人呢，就是比较有娱乐精神，因为这些点评的照片虽然说表面上有人身攻击的嫌疑，但实际上就像拍小品、拍电影一样其实也无伤大雅。依靠他幽默的风格呢，他还是赢得了大量的粉丝的喜爱，粉丝数量一度达到了1200多万。在2015年网红排行榜中，刘击手呢排名第16名非常厉害的一个网红。刘击手第一次公开的露面是在王思聪的生日 party 上，那个时候呢，他就是春风得意，对吧？每天呢动动手指头写几条广告，就能达到10万左右的日收入，非常高昂。据他的那个助理叫峰哥回忆，刘击手最高光的时候一天可以收到20万的现金。他为什么陷入这种循环呢？我认为可能是图文时代挣钱太容易了。因为挣钱有多容易，我跟大家说一说就现在大家说峰哥直播一晚上2、3千，为啥我都不亢奋呢？因为你们没有经历过2013、2014、2015那个最早的时候，微博现金结算的，就是你发条广告，我给你实话实说就是100万粉丝，不是那种超明星级别的，就是正常来讲100万粉丝，差不多一条广告是2万块钱左右，2万人民币。事业上很成功，所以感情上呢也不错，就是他有很多数不清的前女友，每个都是天然美女。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常宇和小怪兽，这几位呢也是葛西吐槽的首哥的前女友，说首哥原来喜欢白瘦幼的长相，对不对不仅这个女友一个接一个的谈每天首哥呢还流连在夜店和酒吧里边。当时跟王思聪林更新、陈赫，然后刘烨等很多明星他都能玩到一起去。那这个时候其实葛西还是厦门的一个带编制的老师，后来他2个呢在朋友的聚会上认识了。葛西其实那个时候对首哥还是比较仰慕的，对吧？事业有成，又多金又年轻，然后长得跟个小鲜肉一样，是吧？在葛西心里边算是一个比较完美的男朋友形象。后来呢，就是2个人一直都有联系，葛西呢就每周主动的去深圳，然后找刘击手谈恋爱。然后葛西的这种主动和热情的性格呢，其实刘击手也非常喜欢。后来2个人就同居了。同居了之后，葛西就发现自己怀孕了，他就跟刘击手说，那要不我们就结婚吧，考虑一下。刘击手说这个时候要劝他什么，要慎重一点，对不对？表示自己呢是一个丁克主义者。然后葛西呢就是为了刘击手就打掉了自己的孩子，他心里边就比较难受就把一个小孩子的一个图案纹在了自己的肚子上。刘击手为了这个补偿葛西呢，就承诺说当年就可以结婚。然后但是一直拖拖拉拉等到当年的最后一天，也就是12月31号，2个人才去了民政局领了结婚证。后来2个人的感情就很曲折，但是结了婚之后呢，还是想好好过的。
葛西在深圳的时候就没有工作，他就跑去了一些琴行去当钢琴老师嘛。后来在刘吉手的影响下吧，就是也是开始做这种自媒体账号啊，内容主要就是他自己的生活日常呀，然后翼装飞行啊、极限运动啊等等。有人问我为什么着迷跳伞，在1万英尺的高空，我能深刻感受到自己的心跳，认识一群志同道合的女性朋友，辞掉自小被定义的怯懦、柔弱、依附的标签。当我在万米高空自由落体的时候，当我随心所欲控制身体、控制姿态、控制下落速度和飞行方向的时候，那一刻整个世界只有我一个人。那个时候其实葛西的这个账号也没什么流量啊，刘吉手就艾特他，然后开直播，一直给葛西引流，但是也没有很成功。葛西自己喜欢小动物，就开了一家卖宠物用品的网店。跟他自己说的啊，做店铺的7年时间里边，前4年都是赔钱的，也就是2个人一直在苦苦支撑，最近3年才开始慢慢盈利。当年做自媒体的时候，你知道我什么时候辞职的吗？我就是全职做自媒体的时候，我一天能挣10万块钱的时候，我那时候挣10万可比现在要简单。现在你说你拍脚本、拍视频、来回沟通，一个视频你就折腾1天2天，很正常，对吧？我当时就写14个字。微博只能写14个字吗？写14个字，啪一发5万，一天发2条10万啊！我那个时候我还上班呢。做电商7年，我为什么到现在？你说我到上周我才开始说哦，我做电商成功了，因为我的前4年基本上都是亏的。如果要说什么裸辞很幸运大赚特赚，我觉得我的幸运可能是在我有一个好的合伙人，我们可以就是一直坚持下来。前4年亏本的状态之下，我们就是也不计较。本来呢，其实2个人还算是比较幸福、比较恩爱吧，但是迎来了一个转折，就是2016年的时候，6月6日，官方媒体公开发文怒批刘吉手，说他用比较粗鄙的网络流行用语带坏了很多小朋友啊。随后，刘吉手这个1200万粉丝的微博大号就被封禁了，手哥呢就一时之间他就没有了收入了。但是这个时候呢，葛西的网店算是在蒸蒸日上吧。这种反差就让刘吉手几乎就不出家门，然后就是躺平了，天天躺在家里边，什么也不想干。原来在刘吉手是事业巅峰的时候，那葛西就可以照顾家庭啊，照顾手哥呀，对不对？那现在手哥几乎没有了业务，没有了收入，甚至连家务都不想做，所以2个人的矛盾呢就开始越来越严重。2019年在疫情期间啊，2个人的事业都遭到了重创，手哥呢就开始跟峰哥一起投资股票。其实本来2个人在投资上也没什么经验啊，就是因为疫情期间没事干，对吧？只是说2个人投资了同一只股票，叫稳健医疗，让2个人暴赚了-1000万。然后这跟手哥的这个点评的网友负分滚粗就不谋而合啊。这1000万里边其实还有葛西妈妈卖掉厦门房子的300万，但是刘吉手呢就是没有把这个钱啊告诉葛西。所以说葛西一直不知道，这就造成了葛西跟刘吉手的矛盾。然后葛西呢气愤之下直接就拉黑了峰哥的联系方式，然后刘吉手下跪求原谅，才平息了这个争吵。其实手哥在这几年赚不赚钱呢？还是赚的，但是就是没有以前多啊。根据这个资料显示，刘吉手目前拥有深圳风群文化创投合伙企业的5%的股份，以及深圳风群科技有限公司15%的股份。这2家公司啊，虽然没有直接控股现在很有名的那个 M3公司，叫深圳风群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但是根据峰哥的直播呢，我们就可以得知，他和手哥确实是风群文化的创始人。风群文化旗下有很多的艺人和明星，包括了张雨绮、陶白白和王希叶这些演员大 V。峰哥呢，一年什么都不干，也可以获得大概70万左右的分红。刘吉手呢，原来是峰哥的老板，对吧？是不太可能比这个数字低的。其实我们可以大体算一下啊，大概也每年有100万左右的分红。手哥跟葛西啊，也经常在自媒体平台上直播带货，虽然这个销量流量都不是很高，但是峰哥也粗略的算过，他们每个月大概有10万左右的带货收入。所以目前葛西和刘吉手啊，每月的收入应该是高于18万人民币的。那么葛西为什么会吐槽刘吉手不支棱呢？一个是2个人在直播的时候，刘吉手就吐槽过啊，一个月大概要给葛西10万到20万人民币的钱作为家用和葛西翼装飞行、旅游等这个支出。然后手哥呢晒过最高给了葛西70万，其实每个月18万是支撑不起这么高的支出的，对吧？
二是刘吉手自己也在直播的时候说过啊，自己得了软病，不行，对吧？两个人就是分居很长时间了，去查了，查指标了，说这个得了软病啊，5年前了，5年前得了软病，我说我不去，我没病，不行啊，非得让我去，说你这肯定是有病，不是你没病，你30来岁，你咋就不行了呢？葛西接受不了这么长时间没有亲密关系的婚姻，所以这个就更加加剧了两个人的婚姻矛盾。2023年，刘吉手呢就在自媒体上吐槽火爆全国的淄博烧烤，他是小地方人的狂欢，随后呢又被禁言1年。这件事呢就让两个人的矛盾啊直接爆发。其实他们两个人比普通人还是有钱很多的，比如在深圳的豪宅就高达上千万人民币，对吧？刘吉手呀买过摩托车呀、大 J 啊、保时捷呀，曾经拥有过的理查德米勒的手表呀，各种名牌的相机啊、自行车呀。葛西喜欢跳伞，喜欢翼装飞行，对吧？还是每次都给朋友请客，这些都是比较烧钱的一些支出。我们粗略的一算啊，这些年两个人光是晒过的支出也不会低于5000万人民币。也就是说，首哥曾经吐槽过的消费主义的陷阱，他自己也上了，也直接造成了两个人想要离婚的主要原因，对不对？那么你觉得这个葛西和刘吉手他们两个现在主要的矛盾就是因为钱吗？就从你前面上面讲述的那些问题来看，我觉得葛西跟刘吉手的主要矛盾说白了有3个点，一个是钱，然后是性，还有就是有效陪伴。有效陪伴，对，钱不用说，他赔了那么多钱，而且收入已经达不到他们生活水准的一个需求了，对吧？性就是首哥经常自己吐槽的染病的问题，就是夫妻两个人你没有这种亲密关系，其实也是很少见的，对吧？这个葛西不能接受，我觉得完全能够理解。然后就是有效陪伴，就葛西他喜欢的一些户外运动也好，什么也好，跟首哥他是截然相反的。对，即便在家里面，葛西会跟朋友在那个客厅里玩游戏也好，干嘛也好，但首哥是连门都不出的。对需要一个什么东西，居然需要发微信去提出这个诉求，对吧？对，就是这一点其实也是不是一个正常家庭会有的事儿。真的好奇怪，他们对。所以我发现从葛西身上，我也能看到我们这一代女生吧，就是普遍的我们80、90后这一代女生，她会有一个共同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这代被规训的不错的女生。其实我自己也是，我感觉我也是被规训过的一个女生，就是我们对于提出关于钱或者性或者陪伴这一系列这种人性本身最本能的一些需求的时候，我们是羞于启齿的。我比如说我想要钱，我很会担心别人说我拜金，对吧？想要陪伴，别人会怕别人说我，哎呀，你看你就是头发长见识短，你作拖男人后腿，对吧？对。然后性就更不用说了，这种事情就别说我感觉别说是女生了，我觉得男生也很难去直接把这个需求宣诸于口的那种。而这些人性最本能的需求呢，被妖魔成一种肤浅的、拜金的、头发长见识短、没有格局的一个见识。然后我们通过一些古早浪漫的文学作品就告诉我们，想要得到爱情，就要经历过怎样的撕心裂肺痛彻心扉自我牺牲的付出，才可以得到真正的爱情。就好像只有这种方式追求爱情，才是高尚的脱离低级趣味的、不肤浅的一种表现。就比如说麦莉，她不止一次的表达，我曾经也是有很多有钱人追求过我的，我跟李行亮在一起，从来不是因为经济条件的原因，对不对？包括葛西也会说，我们俩的问题从来不是钱的问题，葛西更不会说这个第二层原因了，对不对？但是我甚至觉得是又如何？我真的觉得是又如何？他们可能不愿意去面对，或者也许不完全是，我也不愿意去揣测这个是真实的原因，因为他们展示给我们的也是有限的，对不对？我觉得这3层需求是我们人类最本质的一个需求，并不是一个值得去引以为耻的这种。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要实现像葛西所向往的那种真实的自我，我觉得首先要摒弃掉这种，就是面对我们真实的一个诉求我们要明确的说出来，并且不引以为耻。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就比我们那会儿要清醒很多他们管我们当时的那种恋爱观叫恋爱脑，对吧？他们现在就几乎就是人间清醒的你在街上问一下你愿意陪你的伴侣去吃苦吗？无论男女，大多数人都会坦然的回答不会，
我吃不了一点苦，对吧？我已经够苦了，为什么还要陪他吃苦，对吧？各种各样的，大家就很坦然的去愿意承认和面对自己内心的这个真实的诉求。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进步吧，这时代的一个进步。所以我们无所谓缺不缺爱的问题，就是你要想要喜欢钱，你就搞钱，努力的搞钱，对吧？你想要陪伴，你就找朋友，各种搭子，那真是饭搭子呀，电影搭子呀，逛街搭子呀，对吧？骑行搭子、旅游搭子，各种各样的，应有尽有。那性就更简单了，这个就不展开说了啊。就当我们明确自己内心的真实需求的时候，我们才是真正的能活出我们生命的真实的意义。其实这个世界上啊，任何一个人不爱我这件事本身是不会伤害到我的，伤害到我的是什么事情呢？是我求而不得的那份期待。无论是父母还是伴侣，就是他们不爱我，本身这件事情是不会伤害我的，但是我期待他们爱我，我这件事情才会伤害到我。所以我有时候觉得，关于爱这件事情啊，亲密关系这件事情，无论是伴侣还是跟父母啊、子女，这个事情就不要去期待，就主动权就掌握在自己手上就好。我们要就去争取，我们要足够的爱自己，然后用我们的余力去交换我们想要的那些诉求。当有一天你遇到一个人能够彼此付出和给予对方钱、性、陪伴的时候，其实这就是获得爱了。所以刘吉手也好，麦琳也好，葛西也好，李行亮他们几个人都在这个节目里提到了自己的原生家庭的某种程度上的不幸。但我想说的是，我们已经离开地球很久了，离开我们的原生家庭很长时间了。我们一路追寻自己的幸福，不一定是要治愈我们童年的伤痛，而是要释怀。就是怨恨本身是不会让我们获得幸福的。我觉得差不多是这样吧。其实别的我们不说啊，但是就是葛西跟刘吉手，像刘吉手在里边也吐槽过啊，就是很多家庭99.9%是因为钱闹的，对吧？所以很多人去嘲笑他什么的。其实怎么说呢，在观众里边，我们观众里边也有很多小男生、小女生，就说啊，你这个说的肯定不对，你看你又对他又不好，对不对？又不做家务，不制冷，又不关心他，对吧？当时还打掉孩子呀，干什么之类的。其实就是好像到了我们这个年纪，就突然发现这个钱还是很重要的。其实你无非他们最根本的就是第一层的问题还是在于钱，由钱引起了这个，比如说他封掉了大号之后，他就开始不支棱，就不出家门，是吧？自己心里边有落差，跟自己前面那个光辉的形象啊，这个差距太大，对不对？所以说那个矛盾越来越就是慢慢这么升级。大家看到的这种不支棱就是一个表面上的一个事情，其实最内里的那个事情，至少他们这一对还是主要是因为钱，对吧？然后其他的那个两对可能有原生家庭的问题，可能有什么其他的性格上的极端的问题，但是葛西跟刘吉手其实他也没有什么原则上的问题。就比如说他两个在以前好像也没有听到，他对刘吉手都不行了，就很难有这种出轨的问题，他们两个对不对？然后其实这种像家暴啊啥的那就更没有了，其实还是主要是因为钱，这个东西真的是非常重要，但是很多人理解不了啊，只愿意看他两个表面上的这种关系，对吧？然后甚至那个其他几对人，杨子也为他说过这句话，就说的我觉着其实还可以啊，但不至于被吐槽的那种程度上。他也跟葛西说，你别说话，你等等首歌，对不对？他还是慢慢的能支棱起来的，能这个重回巅峰的，对吧？重回巅峰可能不太那么容易，但是杨子呢，其实作为一个观察人性非常准的人，其实还是点出了他们的问题。他既点出了葛西跟刘吉手的问题，也点出了麦琳跟李行亮的问题。他这两个问题其实点的都非常准。你看说完之后，至少麦琳就被吓住了，你知道吧？然后就以后就不再作了，对吧？然后这个首歌啊，也深深的表示了赞同，我觉得是这样。我觉得相对葛西，我觉得麦琳更能直面自己的这个需求。对，他比如说那个杨子说啊，你不要再继续作了啊，再作那个李行亮会把你换掉，会觉醒，就没钱了啊。他是能接受的，他是能听进去的。包括刘吉手说到，我跟葛西，或者说我们大部分人是因为钱的原因才造成了我那个分别或者是矛盾。当下只有麦麦是赞同这件事情的，对吧？他是完全能够直面自己就是对钱、对经济要求的一个需求的。他可能之前没有，但是现在至少跟李行亮生活在这么长时间，他是能够想到的。但是葛西不行。葛西，我觉得可能某种程度上吧，
跟钱是他们俩的导火索。最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葛西自己成长起来以后，他对于钱不是没有需求的，是他自己能创造一部分这个经济价值了。他对钱的需求已经不再是主要的一个比重了。对，可能他们刚认识的时候，葛西是一个体制内的老师，那时候的经济收入并不是那么的高，所以他可能向往的这种高富帅啊，这种白马王子的形象，哎，刘吉手是完全能够实现的，对吧？但刘吉手就是谈不上潦倒吧，但是他颓废下来以后，整个不支棱躺平了以后呢，哎，葛西可能是有那么一段时间被迫成长了。当你被迫成长以后，你会发现，可能对你曾经的那个白马王子，可能某种程度上是祛魅了。当然是这样。其实我还挺感慨的，就是刘吉手呢，我查资料的时候，我就看到刘吉手说了一段话，这段话让我印象特别深刻。他就说他现在啊，就突然之间看见了他一个粉丝，把他原来点评这些女性自拍照啊、男性自拍照啊这些段子发到了小某书上。哎，他一看，哎，这是我原来的粉丝呀，对吧？他就想点进去看一下，点进去看一下，下面的评论全部都变成了这人谁呀？怎么那么不尊重女性啊？怎么那么不尊重人啊？这人是脑子有毛病吧？然后你告诉我这谁，我去举报他。就是他看到了这些东西，刘吉手就知道自己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为什么？他前边积累到1200万粉丝那个时候，他这么去怼人，去点评别人啊，当然他其实没有恶意的。他只是用自己犀利的东西去点评别人，然后底下全部都是哈哈哈哈哈，好搞笑啊，就是有点幽默这个意思。所以他那个时候那个时代，我们年轻的时代，他才能积累到1000多万粉丝。你现在他再想去做这个事情，已经不可能了，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其实已经感同身受了，其实咱俩也感同身受。现在的时代跟我们年轻的时代是完全不一样的，社会风气都不一样。然后我们那时候其实最流行的一个网络用语叫2333，然后就是其实在那个论坛上你打2333，它就是哈哈哈哈，就你看到什么你都是哈哈哈哈，好玩搞笑。因为我们那个时候真的相信明天会更好，对，然后大家都是信心满满、激情满满的。现在的年轻人你再看，基本上今年2024年又那一群明星又集中起来，又翻唱了一遍明天会更好。你点进去看，里边就全是嘲讽，没有人真的相信，尤其是年轻人，没有人真的是相信明天会更好。这个就是时代造就的，每个人的性格不一样。然后，但是呢，就是反映出来的就是首歌再也不可能重回巅峰了。他在2023年的时候吐槽了那个淄博烧烤，对吧？吐槽淄博烧烤，然后又被封了1年。他为什么去吐槽那个是小地方人的狂欢？其实那个时候他刚拿到账号。他刚想支棱起来，就说，因为他在年轻的时候写过一篇叫《小地方人与大城市人的区别》，因为那个时候呢，年轻人对他这个言论呢是深表的赞同，对吧？因为他这个说的还是比较精准，因为他本身就是小地方人嘛，就说了自己的性格跟以后到了深圳那变成大城市人的这种区别。但是呢，现在时代不一样了，没有人可以接受这个东西。他吐槽这个淄博烧烤是小地方人的狂欢，立马就被封号了。就是我们整个社会环境、舆论环境，包括监管的环境，都不允许你再去说那些事情了。其实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其实怎么说？虽然前面吐槽我们被规训也好，怎么样也好，但实际上在我的成长过程中吧，是我们成长的这几十年里面，是中国经济发展腾飞的一个高速发展，就简直是井喷式的这种发展，就感觉是最好的时代。所以我们当时的心就真的比较大，就是那种什么都可以拿来开玩笑，你怎么说都不会生气，因为你可能大部分人不能理解啊，就是当下的我们就觉得我未来是多么大的一个成就，我怎么能为这种事情生气呢？不可能，不存在的。可是当我们走到顶峰哈，可能现在从95后开始，就他们成长起来以后，你就会发现，其实我们现在的经济也没有后退，也只是暂时的停滞了或者慢了一点点而已，甚至它没有倒退。这种情况下呢，大家就比较收敛一些，这个时候大家神经会比较敏感一些，尤其哪怕我们到中年以后，你怎么说呢？各方面压力也很大，也很焦虑，然后有些时候被人踩到痛脚是很生气的。就是现在网友们的这种情绪也是能理解的，就是时代不同，其实人还是一样的人，但是时代不同，大家的心境也是不一样的。所以首歌的这个时代，我觉得也很难再恢复到原来的那个就是
巅峰状态了吧？因为他的发家，包括他自己本身的那种性格，他的偏才的那个点，其实就是存在于当下特别发展特别快的那个时代的，这个时代已经